天武帝萧绎于乱世之中挥剑而起，建国北离，后国祚延绵200余年，至明德帝一朝，国力强盛，四方来拜。明德帝有一子，名萧楚河，排行第6，天纵奇才，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然4年之前，明德帝胞弟琅琊王涉嫌谋反，被判斩刑。萧楚河当庭为其争辩，触怒龙颜，被贬为庶人，流放青州。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朝中其余皇子争斗不断，使得朝局动荡，天下不安。而遭到流放的萧楚河却失了行踪，多年来下落不明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？来客人了。哎，
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绣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杰克，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的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哎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你看，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，是这雪落山中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0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，我这身袍子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。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你，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，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尖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，正是。雷无杰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名震。
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极，给我剁了他！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
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，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的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哼，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茶壶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杰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
却从没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越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越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。所以今夜二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。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
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刘无杰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哎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30吨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30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30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掐！
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点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撤！撤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窟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女蕊。
哟，这不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有趣，这些人连那黄金棺材里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！大师兄，我们要不要趁乱？那个白发御剑的人我看不出深浅，聒噪！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
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远离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哼，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2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2位赢了，我就再给2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球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-6来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赌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-5-6。到。你，好。压定离手。不好！碎空石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五脏六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5-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
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唐莲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然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有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，金霜，赵子柔，月如印，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2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
雷无极的霹雳子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唐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这新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了，天地偌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
大师兄为了见天女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过去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破其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断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杰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。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？13年前。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
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哎，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 您好，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 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无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。 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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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 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。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呀？都怪我。 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。我的师弟啊！师弟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师兄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松开！放开我！你冷静点，大师兄。我过来！冷静，过来！ 冷静！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
闭眼，不能看他眼睛。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吴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吴昕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，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傅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傅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隐。心魔隐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隐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无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傅想用伏魔神通消除无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无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。
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，看好无戏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呢。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步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的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
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 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 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，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，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术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。 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 不想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 师弟，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无心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，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
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小色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小色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世男儿，需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他们杀了我爹！我要把他们
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阿弥陀佛。你这一路到底遇到了多少事啊？竟受了这么多伤。啊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悟禅师傅在那儿。关于悟心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。等着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老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。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二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？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轻功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动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没误解自己。老和尚说，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
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哎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夯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续上笨货。我乐意喊夯，夯货。哎，笨货，你可真念笨。我就念夯，夯货。笨货，夯货。你怎么那么护着我？善哉，善哉。原来吴昕是天外天大宗主叶鼎之的儿子，天外天压在北离的质子。正是。12年前，魔教发动战乱，是为了颠覆北离皇权。当年的护国大将军琅琊王带领北离三军，天启4守卫联合整个江湖的力量，这才打退了魔教。叶鼎之死时，吴昕只有5岁。如今12年锁山河之约期限已到，天外天也要将吴昕这个少主接回去。吴昕毕竟是魔教之子，身怀罗刹堂32秘籍，放虎归山，终是大患。大觉师父要在他返回天外天之前，除去他一身功夫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但愿他们真是这么想的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2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2人不可？而且，你是雪月城要押往九龙门的人，我身后这位就是雪月城弟子。要我们同行，不怕我们抓你回去？在下斗胆问2位一个问题。方才在马车之上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在下救了2位。现在只此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都不能应允吗？唉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哦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。好啊，到时我便等你来抓。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2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。所以。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2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节。萧瑟。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2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球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100两。闭嘴！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唉。圣上，何事啊？回圣上，三顾城传来消息，天外天白发仙现身中原。我朝与天外天有约定，我教任何人不得私入中原。这白发仙为何无故违约呀？回圣上，12年的约期快要到了。这么快，12年就已经过去了。即便差1天，12年的约定也是未到。这个魔头敢违背约定，私入中原，
乃是欺我仇人。奴才请命，擒拿此贼。不记得你和寒水寺的忘忧有过几分交情啊？回圣上，当年奴才游历江湖，曾受过忘忧大师指点，但仅是指点，不敢妄称交情。也罢，吾本想，江湖事江湖了。既然天外天人来了，那你就替吾去趟一趟浑水吧。奴才遵旨。圣上，那质子，一切交由你自己做抉择。奴才遵旨。圣上这意思是杀还是不杀？罢了，先去看看，不能让天为天得手。萧瑟，你就别犹豫了。你看这天也越来越热了，你这球衣穿着它也是累赘啊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千金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就做了3个月，防风隔热。防风隔热，冬暖夏凉，我这耳朵都听起茧了。哎呀，咱们要是没钱，你别说租匹马了，连饭都吃不饱啊。那你就不会？是啊，肖老板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你就莫要再迟疑，该放手就放手吧。啊，你们2个是？哎呀，走吧。放开！别犹豫了，就在前面呢啊！老板，再来个肘吧。不行，就10两银子。那钱财乃是身外之物。闭嘴！咱们现在可就10两银子，吃了这顿，很可能就没有下顿。夏老板，及时行乐呀！你也一样，若是之后实在没钱了，就只能靠你去换元了。那个，我能再加一份梅花肉吗？当然不行。夏老板，这一路奔波，雷兄弟可最受累了。你也不希望他饿到像刚刚那般浑身无力吧？行吧，最后一份。好。我去那边去。肖老板可是有事要问我？我的10两银子在你身上，除去这顿饭钱，你应该把剩余的上交。哎呀，肖老板还是这般心细啊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去大梵音寺？自然是有我想见之人。大梵音寺十分有名，相传魔教当年东征之时，魔教教主叶鼎之曾专程前往大梵音寺求问天道之事。肖老板了解的倒是清楚，又不是什么江湖隐秘。你这么想去大梵音寺，不会也是要问什么天道吧？只是去做一件事罢了。什么事？不急，到时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想做一件事，跑这么远去找一个人，说明这个人跟你关系匪浅。算是吧。说起来，我应该叫他一声叔叔。都是上一辈的一些恩怨罢了。小子，要不咱们租匹马吧？现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啊？银子都被你吃光了，哪有钱租马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就不错，我们3个人租一间房，凑合一下，也够了。对啊，小子，咱们回去吧，要不？像那样的客栈，
最次的一个下房也要3两银子，没床没窗，只能草打地铺。晚上闷热潮湿，蚊虫叮咬，你们俩受得了吗？哎，其实我就是做这行的，客栈这门买卖比你们想的水深。又少一笔。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。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冲出去再说。看样子，他们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……小子无心，你们快！那两个没义气的家伙！少年英雄自当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，怎这般唉声叹气的模样？哼，还把酒当歌呢？都做了马贼的阶下囚了，还哪儿来的？好香啊！喂，是你在喝酒吗？哎，喂，是你在喝酒啊？哎，你也是被马贼抓来的吧？你哪来的酒啊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这位小兄弟，既然我们有缘在此做阶下囚，一起共饮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，我要一个人喝着闷酒度过，没想到却在此遇见小兄弟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之人了。酒不错，就是不够烈，没有老糟烧好喝。不知道小兄弟是因何被马贼抓起来的？唉，被两个不靠谱的朋友给坑了。你小心点，咱们现在可是在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的营寨中，稍不留神，别说救雷无节了，咱们俩得撂在这儿。话说，咱们也不知道这儿有多少的高手，就你我2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呗，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抓个舌头，好问一问雷无节到底被关在哪儿了。真开心呐！吃饱喝足，咱们去看星星。
舌头来了。罪过，罪过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拉你上来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怎么不用啊？累。你真是在寒水寺长大的？不是寒水寺，还能是哪里人？你身上有罗刹堂的武功秘诀，这的确会引起江湖人窥伺，但还不至于让无双城这样的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12年前，天外天战败，与中原各大派签下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。12年之内，天外天的任何人不准踏入北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还有一个5岁的稚子。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们总觉得我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弟子罢了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吴昕，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拉他上来，他就死定了。糟了！听你这么一说，你的这2位朋友可真是有趣的很呢。哼，要不是他们，我怎么会被倒霉的抓到这里来？下次再见面时，我一定让他们好看。你现在被关在这里，想找他们报仇，怕是没机会喽。谁说的？他们当时的确是很没义气的跑了，但那也是因为事急从权。哦，你为何这么肯定？为什么？感觉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感觉？你可知道这吴昕是什么人？吴昕，他不是忘忧大师的弟子吗？哼，哎，就算他不来，萧瑟也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毕竟我还欠着萧瑟500两银子呢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嗯，别光顾着说我呀，你呢？你朋友不来救你啊？我从来没有朋友，也不需要朋友。啊？那你为什么一个人来这儿？我吗？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当皇帝。你想当皇帝？哎，你喝多了吧你？你要是当了皇帝，那我就是剑仙了。好，我要是当了皇帝，就封你做剑仙。这剑仙可不是皇帝封的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。你放心，当我朋友来的时候，一并把你也救出去。吵什么吵？出来！哎，喂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啊？这位兄弟，你别慌啊，我朋友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高僧饶命！高僧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好了，告诉我吧，你们今天上午抓的人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别！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凡是被绑的肉片，都关进地牢里了。你们这长空追忆、百鬼夜行，都有多少高手啊？什么境界？我们这儿武功最高的就是大当家的，不过前2天寨里来了一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个高手，大当家对他相当的尊敬，还称呼他为公子。公子。
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。公子，那个人真的会来劫狱吗？劫狱？他现在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，还劫狱？要是他真的来了，我还真想见见他。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。天外天少宗主叶安世。刘杰，刘杰，小子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启城碉楼小处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那倒是。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了。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原本这一出戏已经落幕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？天外天想迎回他们的少宗主，中原各派有些不想放虎归山，有些纯粹是对罗刹堂的秘籍感兴趣，这才引来了多方争夺这黄金棺材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多方争夺的这枚棋子会自己跳出棋盘。这样一颗不安分的棋子，走到哪里都是变数。如果他要回天外天，以后我们少不得要跟他打交道，还是提前了解多一些比较好啊。公子说的是。不过想跳出这棋盘，哪里是这么容易的？他就算轻功再怎么绝顶，想甩开各大势力的盯梢，不对，我错了，他一定会回来劫狱。寒水寺无心，特来拜会长春追忆，白鹤夜行。大锤来！这边！奇怪了，于氏虽然不大，可同北离之间也有通商。虽不说客商络绎不绝，但也不至如此景象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都行了大半日了，连一个人都没见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于师出了什么大变故？
这我也没听说呀。会不会是官道改道了？你个小夯货，你当官道是河道吗？说改就改。哪个叫笨货？行了，咱们也别瞎走，这分明就是迷路了。和尚，你不会也不认识路吧？我看过地图啊，这附近的路只有鱼石官道这一条，跟着路走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哪里是官道？这分明就是人踩出来的野路，地图上又怎会有标记？这就是你带的路。问世之不参涅槃堂里禅者，南乎其不接路矣。少拽文了你！凡夫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，则为迷。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这是师父。有那人的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昨晚实在是太过于混乱，我们的人在追击的途中，还和几部探子发生了冲突，结果故意露出破绽，引我们上钩，顺藤摸瓜地找到我们的营寨，然后出其不意地制造大混乱，自己逃跑，借我们的手帮他清理掉身后的尾巴。这个无心真是好算计。现在除非剑仙出手，再想找到他，可就难了。公子，要不要请？这种小事不要惊动义父。而且，我已经猜到他要去哪里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还说我们没走错，这分明就是一家北离的客栈。我们这是绕了回头路。路可能走错了，但方向肯定没错。我们一路往西，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是师父。真是见了鬼了！驾！谁？
什么人来杀你的？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小子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瑟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。嗯。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？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叫老和尚，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师父。你要去雪月城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你要是入了雪月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听说，你是为了500两银子。师父不愧是人称白晓生，这都查得到。只是为了500两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都是大事。哦，
是50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雪月城还得起？他们还不起，不过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帮我去讨这笔银子。他们的确会很乐意，不光是他们，任何一个江湖大势力都很乐意帮你去讨这500两银子。只不过，能拿到这笔银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，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是吗？剑仙出手都没能取我性命。你不用试探了。那日废了你的武功，又将我重伤的人是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怒剑仙严战天，难道是孤剑仙洛清扬？你别猜了，有些事情决定了放下，就别再想拾起来了。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和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吧。看来师傅是真的不看好我了。那师傅觉得这500两银子谁能拿到？白王萧崇，赤王萧逸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在师傅眼中，武功就这么重要？你知道我说的并不是武功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唉，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弊也。师傅，该您落子了。传给你了。我的武功尽废了，还要这无极棍有什么用？讨账的路不好走，你留着当拐棍用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师傅指教。说吧。弟子要去鱼师，路该怎么走？你迷路了？是啊。师傅，这不好笑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带着那2个小子来这里找死。找死？这里向西30里有一座城。什么城？木良城？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，南雪月，东无双，西木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啊，这可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清扬。孤剑仙洛清扬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清扬
独坐木梁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师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清扬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梁城内就只有洛清扬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清扬剑仙的名头，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清扬的武功，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杰，刘杰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，看看。大陈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到九龙门啊？快到了，走。莲，很甜的哟。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师兄，我们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木梁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吴昕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顾剑仙，小题大做。你说这赤王也真是够小心的，居然约咱们在这西域边境见面。这北离的情况和我们男爵不一样，他们太子之位迟迟没有定下，那几个有希望继位的皇子都暗自在江湖上发展自己的事业。除了这赤王萧雨，还有一个白王萧崇。这白王萧崇背后，正是怒剑仙严震天。那赤王呢？他身后的剑仙，难道是？自然是孤剑仙洛清扬。什么人？打雷了？这也不像是要下雨啊。那是雷无节去的方向。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夯货，打个水都能打出事端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雷无节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。他们的位置在移动，看这情形，是往木梁城的方向去了。木梁城，顾剑仙。喂，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那小夯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兴许脱身了，一会儿就找回来了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木梁城的方向去了。
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，正好入他的缘。你有心事。从昨晚回来之后，你便有些不对劲。总之要去你自己去。小夯货说要帮你，我可没答应。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分开，对我来讲也挺好的。你害怕了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拉着我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干什么？刘杰不是你的同伴吗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点头之交罢了。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自小聪颖过人，13岁武功便入了自在地境。那时我很兴奋，追着老和尚问，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一天才？老和尚被我问烦了，最后说，北离有一个人，同样也是13岁，入了自在地境，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。他当得上天下第一天才之名，他便是江湖白晓生的弟子，北离六皇子萧楚河。之后不久，便发生了琅琊王一案。天启4守护中的李新月身死，他的女儿李寒英剑指当朝天子，江湖震动。据说，萧楚河在天启城中跪了3天3夜，为琅琊王求情，最后却惨遭牵连，贬为庶人。那时我便觉得，这个萧楚河虽身在皇家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，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你少装出一副得道高师的样子。你喜欢讲故事是吧？那我也给你讲一个。12年前魔教东征最后一战，北离各大派围攻魔教教主叶鼎之，最终叶鼎之战败，自绝而亡。可笑的是，出卖叶鼎之消息的，正是他的至交好友王仁孙。在我看来，叶鼎之妄称天下第一高手，竟死于自己好友的手中，愚蠢至极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今日不用武功，会给你个教训。我警告你，你疯了！撕了你这张臭嘴！你疯了！好圣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。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是我错了。今天这里没有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什么萧楚河，我只是寒水寺的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刘杰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的，我得去把他带回来。而你，也只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
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把绳子给我解开！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傅恒星，此人出现在这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吴昕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，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吧？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毕竟在这北夷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一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切，踩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啊！手什么？萧瑟！吴昕，还不快走！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3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呀？灵君，他到哪儿了？师傅，探子回报，前些日子他从美人庄里逃脱，路上遭遇了西域最凶狠的马贼。后来他制造了一场混乱，就不知去向了。他应该是正在来这儿的路上，但是说下去，他却不是一个人。唐莲也在。
竟然被说服了。不是唐莲，是2个少年，一个身着红衣，一个是客栈的老板。不过暂时还不确定他们的身份。师傅，您是怎么料到他会来这儿的？他要来这里找一个人。哇！吴昕啊，你要来这鱼师国，没钱的话，我萧瑟可以借你，大不了以后加倍奉还就是。若实在没有钱，武功秘籍拿来充数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你若是不认识路的话，那我就爱莫能助了。如果我2人是认路的人，就不会遇到你。来一份吧。花布。别看了，他不是和尚，带不了你去大梵音寺。嚯，这人海量啊！这壶酒在我们雪落山庄也能值个3、2两银子。3、2两银子，那得买多少老糟烧？找到了。高手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追啊！哦，对。皇上，法兰尊者，天启城一别已有10余年未见了，别来无恙了。大胆！无妨，尊者不是不见，只是不会说话罢了。尊者，我来这里只是找一个人。我这里有于氏玉主的手信。12年前，魔教宗主叶鼎之来找你的师尊摩诃尊者，求问天道。不论叶鼎之如何威胁，剑气如潮，摩诃尊者只是摇头不语。佛法先不论，你这摇头不语，倒是有摩诃尊者的风范。尊者，你藏了那人也藏了12年了，这一次你藏不住了。怎么不走啊？到了。太吵了，太吵了！哎，今天大梵音寺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把他们轰出去！轰出去！师兄，此人是什么来路？睡梦罗汉拳。这不是睡梦罗汉拳，他是喝醉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大梵音寺有哪条规定不让我进来看他一眼啊？啊？一个酒鬼，能有多大能耐？这破戒刀在你手里，差点意思。师兄，别再摇头了，该来的躲不掉，既然躲不掉，就杀掉好了。我们有12年未见了吧？碎空刀王仁孙，
看来是你这不男不女的家伙呀，长相大健，进献公公。长相大健，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我说吴昕呢，怎么你一到哪都是1等1的高手，而且还是一副要打架的样子？1等1的高手要打架了吗？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是笨货，行货，笨货，行货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下来吧。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闭嘴！老板长相大健，不远千里来找我，真是荣幸啊！大健，别叫我大健，大健可是宫里那位才能叫的。锦仙宫，你这么恭敬，我倒是不习惯了。那年跟我品茶论道的白衣小友去哪儿了？那时你来找我，是品茶，可这次来，却是抓我。宫里那个人的命令我不得不听，但是保住你这条命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就走到那儿吧。这一路上，雪月城、九龙门、无双城、天外天，他们都来找过我。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说不会杀我，所以你这个条件吧，似乎也并不特别。雪月城也好，无双城也罢，我跟他们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一次我带不走你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。锦仙公公，别太过分！要想动手的话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怎么了？这回你砍不下去了。锦仙公公是来找我的，至于我们俩的事，一会儿再说。下面那个拿刀的醉汉，看起来也像是个高手的样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吴昕要找的人就是他，就是吴昕说的那个世交。上一辈的恩怨吧。请公公出见。风雪剑、沈静舟。吴昕，听说你学会的奇奇怪怪的武功有很多，这一次打算用什么呢？大搜魂手，大悲腹中的武功你也学会了。珠儿，锦仙公公这是怎么了？看也不看我一眼。风雪剑沈静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锦仙公公在17岁时进入江湖，以风雪剑成名，如今的武昕也是17岁。吴昕，
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这么有趣的人，杀了还真是可惜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走了。主儿。心魔已对我没有用。死吧！倒是很久没有想起那天了。公公心若磐石。你听说过昆仑吗？那是一个很冷的地方，终年下着雪，雪落下1000年都不会化。我在那里练了6年的剑，我的心早已像昆仑山的雪一样硬。心魔引对我没有用。死吧！有意思，那么多的废话。碎空刀。若是前些年，我还真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现在嘛，哈哈哈哈。小无心，现在王仁孙也败了，你要不要让你上面那2位小朋友来帮帮你？躲躲藏藏的，以为我没发现你们吗？小泽，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嗯。停！凉风率以立，游子寒无衣。我们走。小无心，九龙门的人马上就来找你了。想逃的话，就快点逃吧。逃不掉的。是，你的命能逃掉，但是你的命运逃不掉。睡觉。你干嘛？打，就知道打。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锦仙要是有杀你之心，你已经死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哦，对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静的跟狐狸一样，你还能有不知道的吗？可能是看见你那不要命的一拳吓着我，
觉得不是对手跑路了呗。我倒是希望是这样。师傅，我们为何要走？他们分明不是您的对手。你们懂什么？那个吴昕练成了罗刹堂内32门秘术，可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最重要的是，明军，马上备马，我要回宫面圣。是。过来。你干嘛？站着别动。不相干的人都走了，现在谈一谈正事吧。你长大了。废话，都12年过去了，你以为还是那个5岁小童吗？5岁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多少？记得很多啊。记得那时候，我总是骑在你的肩膀上，拔你的长胡子。还记得那时候，你的一手碎空刀耍得出神入化。还记得什么呢？记得你背叛了我爹。12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来杀我？我问忘忧大师，他说：“世间凡事皆有因果。”还给我讲了很多佛理。我不是和尚，也不懂这么多道理。我就是在想，你来杀我的时候，我会做些什么？大概就是把刀递给你。因缘生，因缘尽故灭。江湖上的恩怨情仇，等你长大了自会定夺。明白吗？老和尚说，要慈悲为怀。放心，我不杀你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不杀我，说明后面会有更麻烦的事情来找我。不麻烦，只是要你帮我做一场法事。做法事？我虽在大梵音寺修行，但我不是和尚。不是要你做，我要整个大梵音寺为我做这场法事。
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睡着了，高人啊！师兄，师弟有一事相求，请你帮我做一场法事，要请300个和尚。你是老和尚这辈子剩下唯一的朋友，让你主持这场法事，也算是报答了他这么多年的唠叨。3日之后，我来这里找你。那做完以后呢？再之后，活下来再说吧。做完这场法事，你便离开了。12年前，他们逼你卷入是非。12年后，你不能重蹈覆辙。我说刘杰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，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2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这家伙真行。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1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世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？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昕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……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
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有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两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当初很多人要老和尚把我交出来，他想保住我，却又劝不动那些人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最后，快点把吴邪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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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把人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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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出来就找死啊！住手！吴邪，你莫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把自己逼死了。所以你是为了报恩？你这人还真是让人讨厌。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里，既然我正好路过，便帮他把魂魄找来，也算是报了他的恩情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二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的。闭嘴！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洗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里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你此刻看起来终于像一个高手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还有，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哦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修成心魔饮时，老和尚跟我说，世间有2种人可以不受我的影响，一种是天生玲珑心，什么意思啊？未经凡尘侵扰；还有一种，则是心思太深，再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不想，犹如万丈深潭，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。想必这前者说的是这个小憨货，后者指的是我。那沈敬周呢？他不也破了你的心魔瘾吗？景仙公公并未破去我的心魔瘾，他的确陷入了自己的心魔之中，只是他意念太强，只困住了他片刻。而你们不同，我与你们对视时，不会有半点波动。所以呢？罗刹堂被老和尚毁了，我若是再死了，里面的武功就会失传。所以，我想传你们2人，1人1门武功。
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名字呀！看好。果然聪慧，不愧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弟子。不过恕我愚钝，你这套拳法到底高明在哪儿啊？哼，傻子，他唬你呢。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。少林寺。我刚刚领你打了3遍，你可学会了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再打1遍给我看看。学得不错。这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了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你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。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啊！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掌门，雪月城的客人到了。拜见大觉前辈。二位不必多礼，一位是百里城主的弟子。一位是司空城主的爱女，二位果然是气度不凡呐！前辈谬赞了，此行唐莲没能完成任务，有愧于前辈的厚望。不必自责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吴昕身在于师，我正准备启程前往捉拿。不知道唐少侠，此行愿不愿意一同前往？之前未能完成师尊交予的任务，这一次。唐莲愿同大师一同前往。掌门，有雪月城的来信，拿来我看。信是写给唐莲的。
是稀客，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？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？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，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前2日寻不着她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，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鱼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莲戏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这一趟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雷门弟子？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常莲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？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5大剑里的第2高手长相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那里去了。沈敬周也去了。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，毫发无伤，现在也向鱼师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这次本该我们亲自去。唐莲就算是这一代雪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，但凭他一人，也敌不过那么多高手。总要给年轻人一些历练的机会嘛。历练？你还真是放心啊。哎呀，偌大一个江湖，怕一个17岁的孩子。是一个17岁就修得罗刹堂所有秘术，差一步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并且身为天外天现任首座的孩子，他们能不怕？12年前，魔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完，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呀？只有4个字。是哪4个字？平心而读。
这不简单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。无禅师傅，这平心而动，在佛家可有解释？佛曰：随心、随性、随缘。这不和我说的一样吗？无禅师傅，在你眼里，无心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在下很小的时候，就随大觉掌门离开了寒水寺，之后就很少同无心师弟见面，了解不深。但是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令我印象深刻。这就是金刚伏魔神通。无心师弟，只是何为神魔？此事应当由谁来评判呢？我不知道。师父他们说什么是魔，那我就除什么魔。经书上说，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，当除的不是外魔，而是心中之魔。若不是听你亲言，我一定不会相信，这是一个5岁幼童所说的话。我自小出生在唐门，门规森严。12岁前，在内房6门修炼心法读书；16岁时，练成了外房32门的所有暗器手法；17岁时来到雪月城，拜师尊为师，至今已有6年。这23年间，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既定好的，我只需要完成几个。这平心而动，我不太明白。有什么好琢磨的？师兄，你就慢慢想吧。本姑娘啊，先去睡觉了。无禅师傅，明天就要到鱼师了，若见到令师弟，你会怎么做？平心而动。堂兄慢想，在下先回去睡觉了。平心而动也好，随心随性随缘也罢，遇见之时，心中那刹那间的反应，便是你的心了。我觉得无心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更何况在马车上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。你呀，就是想太多了。这么瞻前顾后的，哪有个少年郎的样子？想不通就先别想了。明日我就要回三顾城去了。你路上要小心哦。撤！无心，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这次法事势必会惊动整个鱼市，到时候会有很多高手赶来，你有信心吗？那又如何？老和尚已经不在了，谁能管得了我？
造，那是什么呀？难不成是舍利？舍利？有些高僧在作画之后，身体里留有珍珠般不溶不灭的物体，俗称舍利，是佛家圣物。老和尚死后，身体瞬间沉灭，但在那灰烬之中，还留下了一颗舍利。我便想带着这一颗舍利回到玉石。老和尚生前回不来，死后我带他回来。傻孩子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莫哭，你该回你自己的家了。无心的家是寒水寺，这里是寒水寺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啊！又想家了吧？师傅，有一天你也会像父亲娘亲一样突然离开我吗？傻孩子，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的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寒水寺只是你一时栖息之地，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回你自己的家去了。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乃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。不，师父，这次哪儿也不去，这次就想回寒水寺。唉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